无论电影也好，动画也罢，正义战胜邪恶，最后迎来大团圆结局的标准结局，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种安排。在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里，那些拼尽全力，最后却只能失败的主角，往往能给人带来更加深刻的印象。而在高达系列中，这类让人意难平角色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豆豆眼家族的二代目哈萨维·诺亚。虽然在高达当主角一直是个高危工种，最后的结局是失踪或战死的并不罕见，不过真能迎来大团圆的也有不少。但真像哈萨维这样注定会失败的主角，在整个系列中确实不多见。毕竟他的最终目标是干挺地球联邦，而在之后的 F91V 高达中，地球联邦虽然已经有进气儿没出气儿的，但怎么算都还没彻底死透。财团 B 和日升还指望着高达赚钱呢，显然不可能彻底在此就暗死地球联邦，因此他的失败结局也就成了从故事开始就已经命中注定的事儿。如果将目光聚焦于 UC 系列的话，与他同病相怜的人恐怕也就只有被男人揍、被女人坑、罹患特林顿综合症的普木红了。不得不说，澳大利亚确实是一块魔性的土地。自打1年战争中遭到殖民卫星暴击以后，只要和这个地方沾上关系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啥好下场。对于哈萨维和普木红来说，这里显然都是个伤心地，或许这就是冤魂作祟吧。而哈萨维的另一个悲剧之处，就是如今的新剧场版，他的履历恐怕要比小说还要惨上几分。原本小说版闪光的哈萨维，接续的是小说贝托蒂家的子嗣。在夏亚叛乱结束后，哈萨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种受审经历，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和普木红的另一个同病相怜之处。只不过这次的军事法庭比起普木红那时，显然要温柔了不少。由于他干掉了新巨翁 M1 阿尔法阿基尔，这在战场上确实算是大功一件。因此他违反军规，私自驾驶 MS 的行为最终不予追究，得到了无罪释放。相比之下，普木红虽在战场上杀敌无数，但如果不是 GP 计划本身变成黑历史，恐怕还是要被问责的。因此虽然没有明说，但我觉得在这件事背后肯定也少不了哈萨维那豆豆眼老爹四处奔走打点关系就是了。总之这件事在联邦军庆祝胜利的氛围中被广为人知，哈萨维因此作为少年英雄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甚至10多年以后都依然有人记得。之后哈萨维短暂加入地球联邦军服役，退役后进入大学深造，之后在殖民地的农业区中沉迷种地。按照这个发展的话，似乎成为一个农业大佬才是他未来的归宿。然而战争中亲手击杀奎斯，导致他被女鬼缠身，因此一直患有抑郁症。这也是剧场版和原作小说区别最大的地方，二者接续的作品并不同。因此哪怕哈萨维因为世界线收束，最后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毕竟他在逆袭的夏亚剧场版中做的事情并非讨伐暗黑初音未来，而是痛击友军。如果按照小说的发展，哈萨维之后被奎斯的女鬼缠身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接续逆袭的夏亚剧场版的话，感觉真要说不愿意放过他的冤魂，也该是欠恩要更合理一些。总之，作为治疗抑郁症的一环，他被任命为植物观察官实习生为契机，获准降落到地球。UC 100年以后，宇宙居民想要前往地球，是需要进行非常严苛的审批的。好在哈萨维不光自己，背后还有其父林有德为案的身影，这些背景都很显然，在联邦进行审批时帮了他大忙。地球的环境对哈萨维的抑郁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在实习期间，哈萨维遇到了马夫蒂的创立者前联邦军将军夸克萨尔瓦，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假名。他作为组织的幕后掌控者与出资人，向哈萨维揭露了地球联邦政府下令猎人部队屠杀地球非法居住者，以及加速特权阶级移居地球的真相。哈萨维对此感到强烈的愤慨。他在实习的同时，开始学习马夫蒂的组织理念以及夏亚的经历，最终对夏亚得出的保全地球的结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虽然很难想象在他看到的那些书里到底是怎么描绘总帅大人的，但多半不会是我们观众看到的那样。于是哈萨维这辈子就这么毁了。到此不得不感叹，虽然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看得到总帅大人那巨量的不堪回首的往事，看得到他伪装下丢人的一面，不过对于故事中的角色来说，夏亚阿兹纳布尔这个名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还是非常恐怖的。总之，在进行了一轮夏亚大学习之后，哈萨维作为组织中军事方面的指挥，成了明面上的领导人。之后便是剧场版看到的故事了。可以说剧场版与小说最大的差异，就是逆袭的夏亚与贝托蒂家的子嗣中哈萨维的经历完全不同。不过从结果上来说，哈萨维作为同时兼具夏亚与阿姆罗特点的继承人，可以说是对两人的缺陷进行了精准的复刻。
但优点方面，不知是不是因为实际交流并不多的原因，他其实没有 get 到太多。如果说这点在小说中还不明显的话，那在剧场版中这点得到了盛大加强。为了让哈萨维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直观，电影版的导演村濑修公就提到过，哈萨维是一个被感情和思想撕裂的角色。在收录配音时也曾向声优解释道，哈萨维是个坏掉的人。虽然原作小说里也提到过哈萨维患有抑郁症，但在临床表现上显然不如剧场版严重，尤其是在剧场版第2部中，他甚至已经开始带入夏亚视角，与脑内的阿姆罗进行一些原本他并不在场的辩经了，怎么看都感觉病情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重。虽然不知剧场版第3部还会如何发展，但哈萨维的结局恐怕都无法改变。他的失败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虽然在诸多反联邦组织中，马夫蒂在想法上堪称清流，毕竟大量吉翁残党们考虑的仅仅只是向联邦复仇而已，但当涉及到将思想付诸实践时，无论是马夫蒂这个组织还是哈萨维本身都太过不成熟了。作为诞生于 UC 100年后的角色，虽然马夫蒂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思考方式其实和100年后的诸多豪杰异常相似，发现问题，寻求解法，得到唯一的答案，杀，唯有杀。只看急于求成这方面的话，哈萨维确实得到了夏亚的真传。实际站在我们上帝视角来看的话，地球联邦在宇宙世界这100多年可不是白白混日子过来的，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经历了无数起，早就锻炼出适应性了。仅仅只是干掉一批高官，很难动摇联邦腐朽的根基。同时对于联邦来说，反联邦的恐怖组织千万，其实也不差马夫蒂一个。如果马夫蒂能沉下心来，以自己的理念拉拢同伴，壮大势力的话，恐怕能取得的成果要比现在这样多得多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萨维在急躁这点上确实非常像总帅大人。不过话又说回来，真要说和夏亚实现精神共鸣的人，我觉得果然还得是这个家伙。归根结底，哈萨维这个角色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源自原作者富野在那个时期迷茫的精神状态。富野本人经常在创作时将自己的烦恼和感情投射到故事中的角色身上。逆袭的夏亚中，阿姆罗与夏亚的对立，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当作是富野脑海中的天使与恶魔在左右互搏。而他的激进想法并没有随着逆袭的夏亚最后精神骨架散发出的光辉一同彻底消逝，因此才诞生了闪光的哈萨维这部作品。如今我们回看上世纪90年代的富野，这10年间富野的精神状态基本可以用自由落体来形容。先是写出了闪哈这部过于激进和悲观的小说，然后 F91 的剧场版扑街，原本预定的后续 TV 胎死腹中，最后在制作 V 高达时混乱的制作现场，再加上各种来自上层的指示，让富野陷入抑郁状态。最后在 V 高达结束后，拒绝了继续指导接下来的新高达，而以闪哈为代表的那种激进思想，也在他作为原案的海盗高达漫画以及重生为白富野后制作的道 A 高达中被一扫而空。可以说哈萨维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诞生出来的一个特殊角色，他和他承载的思想确实就像其登场作品的名字一样，只是一道突然出现又迅速消失的闪光。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哈萨维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宇宙世界的人，为了让所处的世界变好，曾经努力挣扎过，即便狼狈不堪也没有放弃。仅仅只是这样，他就已经比大部分人要成功了。那么您觉得哈萨维这把到底该如何操作才能做到逆天改命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